果说今天你不幸染疫了，你知道要怎么回报、如何隔离、该吃什么药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可能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确诊怎么办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台湾在这几天疫情飙升，确诊人数不断的刷新纪录，相信大家也开始发现身边陆续有人中标，一下子朋友确诊，一下子家人确诊，病毒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。不过，如果真的感染了，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呢？关于这一点，好像还是有不少人感到困惑。以前如果确诊了，通常只要被动的等待政府安排就好，但现在确诊爆量，基层人员根本来不及处理，像是有的人都快隔离结束了，却还没有收到隔离通知书，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应变，而且这段时间几乎每隔几天，指挥中心就会颁布新的指引跟调查。你昨天遵守的防疫规定，可能今天就取消了。这样子朝令夕改的政策，让许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么今天我们会大略的讲一下确诊之后到底要怎么做。不过由于政策随时都会调整，我们不会讲太多的细节，而是会着重在生活如何安排，有哪些注意事项，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个方向做准备。那开始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好喝的木瓜牛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为了让孩子认识木瓜牛奶，芒狗狗故事系列推出了木瓜的果汁跳水派对绘本，然后请孩子呢跟着芒狗狗一起见证木瓜的变身过程。故事当中，芒狗狗遇到苹果、草莓、香蕉，大家在一场牛奶跳水派对当中一起变身，成为了台湾常见的水果牛奶。而木瓜也开始一系列准备，透过准备过程，孩子呢能够简单的认识木瓜的长相与构造，以及食用前呢要削皮、去籽、切块等等步骤，是一本情节有趣、画面可爱、内容充满了在地特色的食育绘本。现在木瓜的果汁跳水派对以及更多的绘本故事，在芒狗狗的官网有许多的优惠，输入G77的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，赶快点击资讯栏的官网链接，和孩子一起来杯木瓜牛奶吧。有哪些症状代表你可能染疫了呢？这次在台湾大流行的病毒株是 Omicron， 那跟过去的病毒不一样的是，被 Omicron 感染的患者很少出现味觉或者嗅觉丧失的症状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的资料，目前感染 Omicron 的患者症状最多是喉咙痛、咳嗽、流鼻水以及发烧，而少部分的人呢则会出现头痛、呕吐、腹泻等等状况。如果说你有出现以上的这种症状，建议可以使用家用快筛来自行筛检，来测试自己有没有染疫。那要是快筛之后真的是阳性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你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确认。依照政府5月12日起实施的规定如果你已经是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、自主防疫的这3类民众，发现自己快筛阳性了，需要透过视讯看诊或远距医疗，由医生判断呢是不是真的确诊了。但如果你不属于这3类人，还是需要经过 PCR 才算确诊。你需要将阳性的快筛试剂密封好，带在身上，在不搭乘大众运输的情况之下，自行到附近的采检站进行 PCR， 而接着是等待通知。采检完之后呢，尽速的回家等待 PCR 结果。如果说 PCR 出来真的是阳性，那么你需要上网填写确诊个案自主回报疫调系统，回报身体的状况以及密切接触者等等资讯。而卫生局也会安排确诊者到指定的地点隔离，依照分流收治原则，无症状、轻症患者可以直接在家进行居家照护，但如果是孕妇、老人等高风险的民众，可能就会被送到集中检疫所或是医院进行隔离。而最后记得主动告知现在的确诊爆量，政府可能来不及匡列所有有风险的人，建议大家还是主动通知同住的家人以及学校、公司的密切接触者，让身边的人提早做准备。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，确诊后通常都会进入居家照护的流程，而居家照护究竟要准备哪些东西呢？我们整理了官方的建议，还有网友的推荐。居家照护需要的东西呢，大致上面有日常用品、常备药品这2大类。而在日常用品方面，除了最基本的这个换洗衣物、手机、电脑之外，也记得要准备充足的清洁用具，像是酒精、抹布、垃圾袋等等，让你在居家照护的期间尽量不用踏出房门。而在常备药品的方面，除了准备常用的慢性病药物之外，药师公会也建议大家可以先准备好解热、止痛、止鼻水、止咳化痰的药物，这样在出现轻微的症状时呢，就可以自行服用。而另外，为了每天进行健康监测，体温计也是一个必备的物品。而如果本来就有血氧计的话呢，也可以带着以备不时之需。那除了以上物品的准备也可以先下载好视讯问诊相关的 App， 之后就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寻求医疗协助。
居家照护必须要执行1人1室，如果跟家人同住，请不要与其他人接触，也一定要避免一起用餐。尤其家里要是有长者、幼儿或是免疫力较低的家人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若是不得已还是需要共用卫浴或其他空间的话，卫福部建议可以保持开窗让空气流通，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，在每次使用后都进行1次完整的消毒。而通常来说，同住的家人也会被匡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，因此无论是确诊者或是同住家人，在这段时间都不应该和其他外人接触，严格的禁止访客出入家中。那么在居家照护期间，每天吃的东西、穿的衣服丢了垃圾该怎么办呢？在饮食方面，只要符合防疫规范，叫外送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有网友特别提醒记得使用线上支付，这样才能够进行无接触送餐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外送员。而顺带一提，有营养师建议每餐都要有蛋白质，也要有充分的热量、充分的饮水来加速身体的复原，也可以每天量体重，了解营养吸收状态。而在衣物方面，建议大家呢还是基本上可以一开始就准备好隔离期间所需的衣服，但如果真的有洗衣服的需求，也要注意衣服、毛巾、浴巾等等，记得要跟其他非确诊的家人分开清洗。而最后则是垃圾的问题，由于确诊后不得出门，垃圾处理会是一个不小的麻烦。卫福部建议每天的厨余可以沥干之后放冰箱，等到解除隔离之后再处理。而至于一般垃圾，则被视为是感染废弃物，建议暂时储存在房间内就好。如果一定要急着丢垃圾，就需要和当地的环保局联系处理。那许多人应该有听说过，现在有专门对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，一般人拿得到吗？目前指挥中心采购了2款口服的抗病毒药物，分别是辉瑞药厂 Paxlovid 以及默沙东的莫纳皮拉韦。这些药物呢，都可以有效的减缓 Omicron 的症状，但是必须要符合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癌症等高风险的患者，经过医生的评估呢，才可以服用。还有另外一款中药清冠1号，因为可以有效的治疗轻症，被大家抢购一空。不过指挥中心表示，清冠1号也是处方药，一般民众也要由中医师线上评估之后才可以申请领药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如果只是喉咙痛、发烧这种常见症状的话，只要自行服用一般的感冒药、退烧药就可以了。但是为了避免轻症变重症，还是有些状况要注意的。除了每天进行健康监测，也要观察自身的症状变化。如果出现喘、呼吸困难、持续的胸痛胸闷、意识不清、嘴唇发紫，或是在没有发烧的情况之下，心跳每分钟超过100次等等，请立即拨打119卫生局或是1922，并根据当下的防疫规范送医治疗。但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症状呢，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好，真的先不要再去挤急诊室了。有医师表示，最近来急诊的人已经达到了往年的8倍，让第一线人员濒临崩溃。而医生也强烈的呼吁所有的民众，轻症不要急着跑医院，把医疗量能留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最后，如果家里的小孩也确诊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小儿科医师建议在照顾儿童的时候，可以每天定时观察4项指标，分别是体温、进食量、尿量还有活力。如果有出现异常跟平常落差太大，都需要特别的注意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儿童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，退烧后活动力不佳，或者持续性呕吐，都要联络医疗人员进行远距看诊。如果出现热痉挛、意识不清、呼吸困难或者嘴唇发白，都更需要即刻的送医治疗。许多专家也特别提醒儿童确诊者变成重症的速度很快，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。我们观察到，随着疫情快速变严重越来越多的民众抱怨政府的防疫指示很杂很乱。过去台湾疫情没有过于失控，但随着疫情急剧的升温，原本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资源去做的这个疫调还有匡列，明显消化不了这么多的患者，导致政府不断的在调整防疫措施。但是政策一直改，一直微调，不止民众无所适从，很多基层的防疫人员也一头雾水，没有办法给予民众正确的确诊指引。我们认为，过去防疫 SOP 可能只适用于单日1000人确诊等级，对于现在天天确诊破万的状况，政府的准备却还远远不够。很多环节，像是地方与中央如何搭配、快筛试剂怎么发、居家照护该怎么执行、药物如何配给等等的规定呢，也是不断的在修改。那常常会让人觉得东补一块西补一块，好像原本都没有想清楚就要推，而且越改越快，让民众呢一直跟不太上最新的规定。而目前看起来，这波疫情还不会那么快结束。根据国务院推估，这波疫情将在台湾达到360万到500万人的确诊。可以说，政府口中
中的最后一战才刚开始而已。要打好这一战，需要所有人的帮忙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建立一套比较长远、比较容易依循的机制，让民众不再手忙脚乱。而在这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政策随时都有更改的可能。我们也会把政府最新的公告放在延伸阅读，提供大家更新资讯。希望大家不要恐慌，一起度过疫情。那今天最后呢，想问大家，疫情海啸来袭，你会害怕确诊吗 ？A 会，现在尽量把自己关在家里面，降低染疫的机会。B 一点点主动减少内用频率，也不去人多的地方。C 不会保持平常心，毕竟生活还是要过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确诊怎么办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快筛争议以及台湾大确诊时代。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